大家好，临近年底，假期比较多，很多朋友会选择出门旅游。本期视频，我将今年夏天我去拉斯维加斯以及周边国家公园的攻略跟大家分享一下。从机票、酒店以及路线的选择，我会尽量的跟大家一一分享。我这次的行程是从 Expedia 这个网站上定制的，新用户要在上面先注册一个账户。然后就可以根据日期、地点来搜索。大家要注意，出游的时间对整个的费用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时间比较宽松，尽量不要选择圣诞节那几天。总体来说，拉斯维加斯的酒店费用并不高，但是目前的飞机票价格却不便宜。在预定的时候，可以单买酒店，也可以连着飞机票一起购买。我发现一起购买的话，酒店的费用会更低一些。大家可以根据我提供的这个网址进行搜索。要特别注意的是，美国的航空公司都不包括免费的托运行李费用，有的航空公司甚至连随身的行李也要收费。但是泛美航空以及联合航空是不收随身行李费用的，所以在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两家比较大的航空公司。目前这两家航空公司在这个旅游套餐上要额外的交一个费用。我今年出游的时候选择的是泛美航空，当时没有收额外的费用。在搜索的时候不要着急，可以过几天再看一下。在酒店的选择方面，拉斯维加斯的几间大酒店，比如百丽宫、凯撒酒店都比较贵，而且住宿的游客也超级多，我不建议选择这几间大酒店。如果来拉斯维加斯，我推荐我所住的这间 Tuscany 酒店。这间酒店呢，有点像度假村似的，特别适合有孩子的家庭，而且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基本上是拉斯维加斯酒店里面价格最低的了。进入酒店的网页之后，有很多房间的选择，大家选择最基础的就可以了。后面会带着大家看一下酒店的详情。然后再选择自己想要的航空公司，再选择航班时间就可以了。去拉斯维加斯，如果是美国的朋友们可以选择自驾，我们在加拿大的就只能选择搭乘飞机了。出行的当天一定要留出充足的时间。我们出行的那天不但在关口被盘查了1个多小时，又赶上大暴雨，惊心动魄地开到机场的停车场，再转换接驳巴士，过程还真有点惊险。在底特律机场有很多可以停车的地方，我会将我所用的这家地址放在说明栏内。拉斯维加斯的租车攻略，我在一期视频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可以去点击收看。今年的这趟旅行是疫情后的第一次搭乘飞机旅游，去的时候航班上还要求戴口罩，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解除口罩令了。不过飞机上空间狭小，细菌滋生，我还是建议戴口罩。很久没有出门了，异常的兴奋，几个小时的旅程也不觉得疲惫。拉斯维加斯位于美国的内华达州，和密西根州有4个小时的时差。拉斯维加斯周边的几个国家公园都位于不同的州，大峡谷位于亚利桑那州，和拉斯维加斯有1个小时的时差。其他的几个著名景点也都和拉斯维加斯有不同的时差，所以大家在做安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到达拉斯维加斯这间 Tuscany 酒店的时候，已经是快凌晨2点了，很快就 check in 进入了自己的房间。这个酒店每一间房间都是60多平方米，洗漱间也很大，厕所是单独分开的，除了淋浴间还有一个澡盆。屋内也干净整洁，每天都有人来打扫。我们选择的是有2张中号床的房间，房间内还有一个沙发，其实也可以打开，并且有一个用餐的空间，有冰箱以及咖啡机。我们在这个酒店住了5天，结账时候收到酒店的明细账单是$221，这个价格比在大峡谷住1天都便宜。所以我们选择尽量的住在这间酒店，把拉斯维加斯周边的几个景点都玩了一遍，然后才转战到另外一个酒店。这间酒店的外部环境也非常棒，客房都是一栋一栋的小楼，被绿树环绕着，
酒店也有一个小型的赌场，但是有分别的门进入，不影响不爱赌博的人。酒店里面有健身房，还有游泳池。7、8月份的拉斯维加斯天气非常的炎热，在外面景点观光完，晚上回到酒店，在游泳池畅游一下，真的是非常的舒服。游泳池旁边还有2个小的热水温泉，这里的热水温泉允许12岁以下的儿童在里面泡不超过10分钟。不过我们在的那几天天气非常炎热，游泳池内的温度和热水池里的温度是一样的。酒店的地理位置也非常方便，它位于和拉斯维加斯大道交界的 Flamingo Road， 从酒店出来走到拉斯维加斯大道不超过10分钟。凯撒酒店、百丽宫酒店都位于在这个交界处，所以住在 Tuscany 步行参观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这些知名酒店都不是问题。拉斯维加斯不单是赌城，仅有赌场而已，它的每一个酒店都非常的有特色，而且都可以进去免费参观。我有一期视频有专门的介绍。拉斯维加斯的夜景更加的纸醉金迷，这里有一掷千金的富豪，也有露宿街头的流浪汉。在美国其他州不被允许的事情，很多在这里都可以。这里实在是一个让人感叹的地方，天堂或者是地狱都可能发生在一夜之间。在拉斯维加斯参观每个主题不同的酒店也是一项观光项目，比如以威尼斯水乡为主题的威尼斯人酒店，酒店里面充满了威尼斯情调，有拱桥、小运河，还有浮至威尼斯水乡的贡多拉供游人乘坐。另外，深受华人喜爱的永利酒店也值得走一走。这家酒店用鲜花装饰的大厅以及餐厅都是人们喜爱打卡的地方。永利酒店里面的永利轩和威尼斯人酒店里面的32号公馆都是知名的中餐馆，还有其他的酒店也都各具特色，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多走几个看一下。需要购票的参观景点，我推荐拉斯维加斯这个巨大的摩天轮，它是世界上目前最大的摩天轮，耗资5.5亿美元。在这个摩天轮坐上一圈要花费长约30分钟。这个摩天轮每一个座舱的面积超级大，一个座舱最多可以容纳40个人。整个摩天轮拥有28个全玻璃封闭的座舱，座舱里面有空调，还有酒吧。在摩天轮上，白天可以观赏拉斯维加斯周边的风景，夜晚可以观赏拉斯维加斯大道上迷人的夜景。我这次购买的城市套票包括摩天轮在内的3个景点，但是不推荐大家购买，因为这个套票参观景点受限制，比如这个摩天轮要求在6点之前乘坐，但是在晚上观赏拉斯维加斯大道夜景更有吸引力吧。另外，参观的这个漫威动画中心也没有太大的意思。最后一个可以选择的 show 也是非常的平淡，类似于明星模仿的表演。而拉斯维加斯著名的太阳马戏团则不包括这个套票在内。如果来拉斯维加斯，还是建议看一次太阳马戏团的表演。来拉斯维加斯旅游的人们通常都不会错过大峡谷。大峡谷的景色辽阔壮丽，我有一期视频专门的介绍。今天就着重讲一下在大峡谷的住宿。我是住在大峡谷门口的图萨扬小镇，这里的住宿选择不多，旺季的费用大约都在200-300左右。我们入住的这间叫红羽毛酒店，酒店倒是很宽敞也很干净，但是房间特别的小，也就30多平方米，尤其是洗漱间、厕所和淋浴都挤在了一起。不过就住了一晚也无所谓，我还起了个大早跑去看日出。如果在大峡谷多停留几日的话，我建议住在公园里面的度假屋。离开大峡谷后，我们驱车到了离大峡谷2个小时左右的佩奇小镇。这个小镇不大，但是景点却挺多，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被科罗拉多河环绕的马蹄湾。参观马蹄湾是免费的，但是停车的费用是10美元。
从瞭望台上向马蹄湾眺望，闪烁着金属红色光芒的岩石和宝石蓝一样的河水相得益彰，在阳光的照耀下透露着一种令人震撼的美。佩奇小镇到处都是这种红沙土，这种土质里面含有大量的铁和锰金属，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属的光芒。踏着这片土地，有时候有一种错觉，仿佛在火星上一样。离马蹄湾不远就是美国的第二大坝格兰水坝。参观格兰水坝可以从瞭望台上远眺，但是停好车后要走一段不太好走的沙土台阶。格兰水坝在1963年建成，为美国的3个州提供着电力能源。因其建成之后打乱了原本的生态平衡而遭到非议，而且由此而形成的鲍威尔湖现在的蓄水量也在逐渐减少。有资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在探讨这座大坝拆除的可能性。在瞭望台上观赏格兰水坝只能看到一小部分，但是可以从侧面领略到科罗拉多河进入马蹄湾的景色。在这片一眼望去很难见到绿树的红色土地上，科罗多拉河真的是像一块璀璨的瑰宝一样耀眼。除了远眺大坝，还可以到格兰大坝的游客中心免费参观，也可以走到游客中心的后面，在这里近距离的来观赏格兰大坝。它虽然比胡佛大坝的规模小一点，但依然是雄伟壮观。与格兰大坝遥遥相望的是一座嵌入格兰峡谷的大铁桥，它是于1957年完工的格兰峡谷大桥。这座桥长387米，高出河道210米。桥的两边有观赏大坝的人行步道，走在上面，车辆在两旁穿过，还是挺惊险的。在格兰大坝兴建之后，形成了鲍威尔湖。在此基础上，1972年建立了格兰峡谷国家旅游度假区。这个度假区横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并且开发了很多水上项目，是风景宜人的度假胜地。我们在此看到了很多人在这里露营。不过令人难忘的是，当时一家从德国来的华人夫妇车辆陷入了沙滩里，大家一起想办法去帮忙，最后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将他的车推了出来，让我有机会在别样的心情下欣赏了格兰峡谷的日落。但我们来佩奇小镇的重点是欣赏举世闻名的羚羊峡谷。羚羊峡谷是隐藏地下的狭缝型峡谷，属于纳瓦河原住民的保护区，分为上下羚羊谷。参观羚羊谷都要提前预约订票。我们这次参观的是下羚羊谷，谷内曲线优美的岩壁映着阳光，变化出奇幻的色彩，不怪会成为很多电脑的屏保照片。但是进入羚羊谷很多的要求，不允许录像，这里就只能给大家分享一些照片了。在佩奇小镇，我们住的是这间号角酒店，这个酒店要比在大峡谷住的那间酒店大很多，价格也要比大峡谷便宜，每晚100多美金。房间内还有冰箱以及咖啡机，价格内还包括一顿免费的早餐。佩奇小镇不大，但是也有很多的美食。这趟美食的攻略我都放在了我的博客中，如果有需要可以点击说明栏内的链接去收看。早餐是西式的早餐，但是品种还是挺丰富的，面包、香肠、各种饮料都应有尽有。酒店还有一个小型的户外游泳池，但是和拉斯维加斯比起来真的是太简陋了。从佩奇小镇开出不远就进入了犹他州。犹他州的国家公园林立，最著名的就是西安公园。西安公园里面有2条非常出名的步道，一条要深入水中，另外一条要爬上绝顶。以后准备出一期视频详细的介绍。离西安公园不远的布莱斯国家公园也是不容错过的参观景点。布莱斯国家公园不大，占地145平方千米，
它的特点是里面的岩石经霜冻的作用和河流的腐蚀，变成了这种奇幻的岩石形状。看看这个主要的观景点像不像一个环形的剧场？这些红色、橙色，有些还是白色的岩石所形成的自然景观，令人叹为观止。布莱斯公园内还有几条步道，难度都不是太大，如果时间充裕的话，都可以走一走。在犹他州还有拱门国家公园以及纪念碑国家公园，但是我们时间有限，就没有再去了。这趟拉斯维加斯及大峡谷之旅，我们跨越了美国3个州，驾驶了2400多公里，饱览了美国西部粗犷壮观的风光，领略了不同的地域风情，给人生的阅历又增加了新的认知。最后我们从拉斯维加斯机场准备飞回底特律的时候，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在去机场之前，从手机上下载软件，已经看好了登机口。到了机场之后，就坐在那里等待。结果飞机临飞行前1个小时更改了登机口，疲惫不堪的我们也没有再去检查，结果就错过了原本的航班，最后又等了6个小时。第二天早上才搭乘航班飞回了底特律。在旅行当中发生的各种坎坷，等回头望时，都已经封存成了记忆中的明信片。好，这期的视频就为您介绍到这里，希望您能够喜欢，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